周星驰忘恩负义，万梓良不知好歹。原来这么多年，这段被传反目成仇的兄弟情，我们竟从没读懂过。帮过周星驰的人数不胜数，但真正配得上一生恩人4个字的，普天之下唯有万梓良一人。细数星爷崛起路上的所有贵人，都是图他能带来多少利益。说白了，就是一种投资。这种功利性的帮扶，本就是名利场常态，无关对错，只讲利弊。所以周星驰大火之后，从未亏欠过任何人。他用一部部票房炸裂的经典作品，带火了搭档，捧红了剧组，回馈了所有投资人，让每一个曾经压住他的人都拿到了最丰厚的回报。金钱资源、名气人脉，世俗定义里所有的报恩方式，周星驰尽数兑现，唯独倾尽真心帮他最该被报答的万梓良什么都没得到。因此数十年前，周星驰被骂凉薄忘本，辜负了当年拼尽全力提携他的好大哥。可拨开层层谣言滤镜，看清所有真相，才明白，不是周星驰不想回报，而是万梓良想要的从来就不是一场利益交换。两人相识于1987年的生命之旅，彼时万梓良是 TVB 摇钱树，被邵逸夫认作干儿子，亲自为他主持婚礼，谁见了他都要喊一声万梓哥。而周星驰跑了8年龙套，连个说台词的机会都没有，无数次因为脑洞大，喜欢给自己加戏，被导演骂不会演戏疯子。就在他真以为自己没天赋，想放弃演戏时，同剧组的主演万梓良竟然拍着肩膀告诉他：“你好有天赋的。”在此之前，从来没有人肯定过周星驰。这句简单的认可，让压抑多年的他瞬间红了眼眶。觉得自己8年的坚持终于被人看懂了，他找回了信心。万梓良也给他铺好了路，现场手把手教他把控表演节奏，教他读懂剧本人物内核。看到周星驰经济拮据，连像样的工作包都没有，万梓良还专门买公文包送给他，叮嘱他好好沉淀，迟早会出头。这个旧公文包，周星驰珍藏多年，成名前一直随身携带，甚至给妹妹上学使用。后来万梓良把他介绍给李修贤，让他大胆去闯大荧幕。彼时所有人包括李修贤都不看好周星驰，都觉得他只会疯疯癫癫，唯独万梓良笃定，现在圈内人笑他演戏古怪，将来全香港观众都会排队买票看他。这份眼光在多年后一一应验。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，凭借霹雳先锋，周星驰拿下人生第1个金马男配。领奖时，他第一个感谢了万梓良。镜头扫过观众席，万梓良笑得满眼欣慰，像看着自家弟弟出人头地。不久后，万梓良结婚，周星驰当了此生唯一一次伴郎，两人双向奔赴的师徒情，在这一刻成为港圈佳话。再后来，星仔成了星爷，万梓哥却因为穿血衣替圈颜讨公道，被 TVB 下了封杀令，宁可改行做生意，也不向对方低头。可惜生意赔了个底朝天，不愿拖累铁妞离婚，还把房子存款都留给他，自己带着行李箱净身出户。这也是传出他和周星驰不和的开始。世人总爱片面诟病周星驰凉薄，认为他功成名就后没有用钱回馈这位最该感恩的大哥。可大多数人都不懂，万梓良的人生底色从来不是贪利，而是正义。巅峰时期的他，敢为底层权眼诺刚资本，身穿血衣维权，不惜自毁大好前程，也要为无名小人物争一份公道。这样一个傲骨铮铮、重情重义的人，当年提携后辈绝非投资，只是纯粹的惺惺相惜。他想要的从来不是金钱回馈，而是自己认定的天才终能被世人看见，被时代认可。所以说到底，周星驰的封神之路，半生传奇，就是对万梓良最好、最极致的报恩。别人的投资换来了世俗红利，而万梓良的成全换来了一场跨越半生的圆满。落魄不攀附，低谷不言，这才是真正的江湖大哥风骨。